大家好，这里是中医传奇，我是达摩108手第4代传人段文军。在这里我今天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个达摩的最主要的颈椎调理手法犀牛望月。它是达摩的就是颈部调理里的最关键的一个手法啊。它能对颈椎就是常见的80%的就是病症都有很好的调节效果啊。下面来我主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它这个任何病就是要以诊断为主啊。诊断是怎么诊断的？从这个病怎么来诊断啊？没有一个良好的诊断，后期的治疗都是就是没有效果的啊。下面我先介绍一下，就是通过这个骨性就骨架，我来介绍一下诊断啊。达摩108手的这个犀牛望月的手法，主要是针对哪儿呢？针对的颈椎的2、6的旋转错位。它这是现在是颈1，这是颈2，2和6啊，2和6的旋转错位。它主要是就是咱们最常见的就是颈椎病，一般来说都是第一问题是旋转错位啊。我们的就是达摩手法，他们手法认为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诊断的时候主要是诊断2。为什么诊断2不诊断1？因为1对正常人来说，1的就是骨性靠更深层一点，除非他就是患者的脖子就比较嫩比较软，就才能摸着，而2就比较容易触摸到。达摩的诊断讲究触诊。什么叫触诊？就是你手指头大拇指指肚底下的感觉啊。他通过就患者来了，我们先找他，就是找到他的颈2啊。为什么要找颈2啊？就是把颈2找见，颈2就是颈1在颈1环椎，颈2枢椎啊。枢椎我们找到颈2，治疗颈2，因为是颈1在颈2里头坐着的，所以我们调整2的时候，相当于就动1了啊。而主要的就是症状点也就出现在颈2上。你看我们达摩又讲究一个叫缝四纠变的问题。它跟一般的调整手法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就是我们更细节的调理啊。整骨主要就是一般的常见的这个整骨手法都是定点复位，或者是就悬提了各种手法啊。但是它只能调节到一个病灶点，而我们达摩正骨认为，人体是有自我纠正的，就是自我纠偏的能力。它错位不是一个位置，它有一个就是规律在里头。什么规律？叫缝四纠变。你比方现在就是患者的右侧的颈2出现问题，它向后，颈2向出现问题，它一般出现旋转问题是向后旋转了，向后旋转。你在这可以将来就触诊的时候，可能在这摸着顶手的感觉，它向后旋转了。正常人就是身体比较好的，他通过自己的恢复，它可以恢复到原位。但出现病灶部位的时候，它出现旋转了。因为寒凉病气的压迫，它造成它这块位置回不去，它就出现第一个病灶点。随着病程的增长就是慢慢底下就会出现相应的就是交错的病灶点。咱们先说的这个2向后旋转了，向后旋转，正常人来说，你一旋转头就是斜的，正常人这个头它是这个是稍微斜一点点，患者会立马发现，我这头为什么是偏的？他主动校正。而因为他身体的原因，他校正不过来，他病灶没有校正回来，病灶点没回来，结果底下出现一个代偿椎。因为他患者要保持他头是中正的啊，他这右侧的颈2向后旋转了，好了，他这头已经偏过来了。为了保持他的头的中正，他自己底下在3、4、5、6，在颈6会有一个反向的左侧向后旋转。他保证这么一来一回，一正一反，正好保持他头是中正的，但是他的颈椎已经出现2节的旋转错位啊。就是假设他右边的颈2出现问题，你一会儿诊断的时候会发现，他左侧的颈6也会出现一个旋转啊。我们犀牛望月主要针对的就是他的2、6的旋转错位啊。他这个旋转完了。颈椎到这，它旋转错位到这了。随着病程的延长，因为我们达摩认为颈椎就是人体有2个很关键的底座，第一底座在骨盆，
它是最关键的底座啊，它是整个脊柱的底座，而颈椎的底座在你的肩胛骨这块，就是胸期，简单来说就是胸期往上啊，胸期往上是颈椎的底座。由于病程长啊，它这个就会产生往下走。我们讲究逢四纠变就来了啊。第一个逢四纠变，右侧的颈2向下跳3、4、5、6，跳到颈6啊，再往下跳，颈7是一个，胸1、胸2、胸3，它又跳到右侧胸3，跳到右侧胸3，再往下跳，它是胸4、胸5、胸6、胸7啊，跳到左侧的胸7。它正常来说就是右左右左，逢4跳一下，逢4跳一下。随着你通过触诊会发现，每个病灶都会出现在它对应的这个位置上。它假设患者的右侧的颈2出现问题，你在对侧找一下痛点，6找一下痛点，在同侧的胸3找一下痛点，在对侧的胸7找一下痛点啊。反过来说，患者左侧出现问题了，左侧颈2出现向后旋转了，你在这找见痛点，在这找见痛点以后，通过诊断你会发现对侧的颈6出现一个痛点，它这边又向后旋转了。为了保持头，咱们前提是头是正的，它就是对侧又出现一个问题。完了，同侧的胸3，对侧的胸7，它是左右互跳的，逢4节有一个变化，有一个痛点啊。这诊断的时候就是要以这个为标准啊。治病这个病呢，就是所有的病最难的在于诊断，怎么能找见它就是尤其颈椎它容错率低啊，它就是咱们怎么能通过手法诊断出来，准确的诊断出来啊。准确诊断出来需要什么呢？就需要找见它的对应关系，不能以我这假设我觉得这有一个痛点，我就盲目的就觉得它这是100%，这个是很不安全的。我们正常的诊断应该是在找见，不管它是左还是右啊，一般来说是右侧的多一点啊。不管是左还是右，颈2出现问题以后，通过仔细的触摸啊，如果患者就是皮肤比较发凉、发硬、发板，就通过按摩手法先叫他气血活起来，叫他皮变软了、肉变软了以后，就有利于你的触诊。触诊的时候，找见他这个有问题了。现在你只能说你假定它30%或50%是这里有问题，通过细诊，通过聚精会神的诊断，看看它是不是有一种顶手的感觉。我们找的时候就达摩就是颈椎的诊断，就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儿，就是顶手。什么叫顶手？就是你将来诊断的是用大拇指指肚，你要观察它这个指肚底下是人体的，因为它病的形状形式不同，有的是这会出现筋结、条索，对吧？这个是假的，你要找见它真正的骨性。骨性顶手是你筋结条索，你轻微加一点按摩手法，它就会软化变软啊。而骨性，你不管你怎么摸怎么揉，它的骨头永远是在这的啊。所以说我们的重点是找骨性的顶手。骨性的顶手在这，真真切切感觉到指肚底下，感觉它就是骨性顶你手了，这是确诊了30%到50%，还不能完全确定。我们最完整的确定是到对侧的颈6找一找，这有问题了，我向下数3、4、5、6，对侧颈6，我通过这块触诊，看它这块有没有向后的旋转啊。正常来说，这边对侧就会有个向后的旋转。这有的人他皮肤比较硬，比较板结，这块就是很容易触摸不到，比较深了。就是我们可以就是通过对比试试它两边的肌肉的松紧程度啊。一会儿实体操作咱们看看哪边深哪边浅。为什么这边就是有病灶的地方是会变浅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椎体向后旋转了，向后旋转以后。它就造成这边的骨性向后移动，造成它更接近于皮肤肌肉，更接近于表层，所以这边一般来说有病灶的地方会变浅
啊，而没病灶的这边是稍微深一点点。有病灶的一般地方顶手的地方稍微一加渗透力，患者主痛说，哎，会有压痛，哎，有的是比较厉害的压痛感啊，2也是有，6也是有，哎，找一下。在你2有问题的话，找一找6啊，6完了再诊断清了，这是第一遍，这就算完成70%左右的诊断了。回来以后再细心，再重新诊断，再诊断一遍。我们要求最少2遍诊断，完全断定，再断定一下，再细分一下，你这个是不是刚才有没有疏忽？再诊断一下，细细的诊断，哎，再重新，哎，第2遍要是确认了，哎，还是2，还是6，哎，痛点在，哎，手感在，啊，这就是确认了啊。确认了以后，就和后期就通过，哎，我们的犀牛望月手法啊，我们的这就是手法很简单，诊断是关键。下面我就给大家实体表演一下实体诊断啊。好了，下面我通过就是实体，就是咱们的人体找见，看怎么找见颈2，找见颈6、颈7。先找见咱们的正常的骨性定位，正常的骨性定位，我们达摩诊断是通过乳突这有一个就是耳后有一个小尖儿，我们叫乳突，像乳房一样的凸起，顺着乳突啊，顺着乳突走。每个人这当后头都有啊。现在先看右边，顺着乳突向下一滑，向下一指，我们诊断是一个模糊诊断，哎，向下一指，向内一指，这就是我们的诊断点啊。不要因为这个有个尖儿，好多人误以为是顺着尖儿向前，就跑到颈边的就是颈椎的旁突了啊。我们是向下一指，向内一指，在这块找诊断点，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常见的点，一般出现在这里，而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当你诊断的时候要注意，我讲的是乳突向下一指，向内一指，这是可能出现的诊断点。但是有些人颈椎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靠上一点点，靠下一点点，靠外一点点，哎，你这个没找见，向上找一找，向外找一找，向下找一找，肯定能要找见他的颈2，就在这附近啊，这就是咱们的平常的诊断点。我们讲就是枪手，就是双手同时向前走，双手定位。因为你要就是你诊断的时候，你要心里想的就是在脑袋里建立一个他颈椎的立体模型。啊，现在假设患者的颈2右侧的颈2出现问题，他右侧这是他的椎体，他的右侧颈2出现问题，他的右侧会向后旋转，向后旋转，他这边就会更凸起一点点，这边往前走是虚的。咱们诊断的时候就为什么要讲究双手诊断？双手慢慢往前走，2个大拇指头就是你的车轮，走了往前走，走到这，走到它的病灶点以后，就是它的反应点的时候，这边它因为它向后凸起了，这边的车轮先碰着石头停住了，这边还能往前走一点点，你的大脑里头就建立一个模型啊，这个椎体是怎么样结构？是右侧向后旋转一点点啊。一边顶手，一边还能往前走一点点，这就叫顶手的感觉。假如他这边出现问题，这椎体这边向后了，这边先顶手，那边还能往前走一点点啊。诊断的时候要求是聚精会神啊，聚精会神。咱们看着咱们的正常诊断，诊断的时候我们开始，你看，顺着乳突向下滑一指啊，基本上在发际根连线附近，向内走一指，哎，在这附近，好了。注意，他要找见患者最容易就是表现他骨性症状的那个位置。你看，我们正常来说，先低头，现在低头放松一下，再回头回正，这现在有点深。你看，注意看啊，看将头再向前倾斜一点点，再低一点点，好了，就在这自然微垂的这个情况下，哎，在这手指定好，稳住它夹车，大拇指指肚，哎，找见这个位置。找见这个位置，自己先站好，与肩同宽，站他身体后侧10公分，他位置。这下开始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大拇指指肚上，哎，慢慢的看，双手慢慢的拨开它的皮，拨开它的肉，去找见它的骨性定位，它的骨头顶手的感觉，慢慢往前渗透，好，哎，慢慢往前走。就像着你在一个慢慢开车，2个大拇指头就是车轮，去找见哪边有个石头，先顶住你的车轮，
哎，慢慢往进行渗透。我现在摸着它，哎，右边有点顶手的感觉，右边有点顶手的感觉啊，看着啊，再看一遍，乳突向下滑一指，向内一指，这是大概的位置。你实际当中见，你看，先叫患者低头，再回头，先将脖子放松下来，看看他脖子放松不放松，再低一点点头，在这向前倾斜，向前倾斜一点点的情况下，这块是最容易诊断的时候，稳住2个手指，稳住夹车，哎，把它大拇指的2个大拇指指轮就像2个车轮慢慢往前开，哎，闭上眼睛，这会儿建议你们闭上眼睛，聚精会神，把所有的注意力去建立在你的指肚上，去感受哪块儿，哎，你的车慢慢向前开，哎，我现在我右手的大拇指，哎，向前碰，哎，走，它先碰住了，碰住一个石头，这边还能往前走一点点，哎，我轻轻渗透一下它这个点，问患者，哎，这块有没有痛感？他说，哎，有啊，这是第一个点。这现在假定它是右2向后旋转，我们再确诊一下，用6来确诊。6的定位来，低头，你看低头高骨是大椎，低头高骨是大椎，大椎向上1指，大致正常来说就是1指或者是8分的左右，这是颈6。找见颈6以后，你看2个手指大拇指，因为这块肉比较厚，所以说不能，有的你力量比较弱，光大拇指渗透力量不够强，看着啊，大拇指稳住，或者是抿住，搂一个指肚，先定住颈6，低头高骨大椎，摁住颈6，摁住以后叫它慢慢回头，回正。你手底下感觉哪块最松软的时候，再低一点点头，好了，保持头的中正，慢慢往前渗透，慢慢往前渗透。哎，去找见看这2边，因为这2边肉比较厚，哎，有的人脖子比较薄，哎，脖子就是肌肉比较松，哎，比较正常，你就能很正常的哎摸着它骨性定位啊。哎，假设它比较硬，有点板结，就慢慢去比较这2边的大拇指的深浅。你看，哎，一摁这边深，一摁这边浅，哎，这边就是左边向后旋转了啊，它这边向这边旋转了，这边向这边旋转了，它头是正的，所以说，哎，有2个错位，6的错位就出来了。这算第一遍诊断，完了再重新确认一下，把它所有的结果全放掉，再来一遍。哎，重新乳突向下1指，向内1指。假设我在这没找见它，怎么样？往外拉一拉，往上拉一拉，往下拉一拉。哎，在这附近再找一找。哎，怎么慢慢往前？2个大拇指慢慢向前走，把它不要叫患者疼痛太疼痛。哎，轻轻的拨开它的皮，拨开肉，慢慢向前走，稳住。哎，用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去找。哎。现在我假设，哎，他右边这顶手的感觉又出来了，我找见他顶手感觉，试着往进渗透一下，问他患者疼不疼？患者说，哎，疼啊，这是第一个点。再回到颈6，再拿颈6找一找，哎，一回头，摁住颈6，比一下深浅啊，这边浅，这边深啊，你看这边浅，这边深，左边浅，右边深，就证明他左边向后旋转了，正好是啊，这就完全确认了。实际当中间还有一种问题。正常当中间有好多人是你通过颈6找见颈2的，有的时候上头它有个金节条索，你刚才稍微不注意，觉得它这可能是，但是你发现对侧没有，反而出现在同侧，哎，这块有问题。用颈6觉得它这心里怀疑它这是，再在2仔细再找，哎，一找会发现刚才这里有一个漏诊点，哎，这个点就出现了，哎，仔细诊断，它这是反向的错位啊。反向错位以后，把它放掉，再重新细细的诊断。第2遍，哎，一找见它是这有问题，这有问题，就证明，哎，这个是我们确诊了它的226的旋转错位啊。这是咱们的诊断的是关键啊。实际上就咱们平常注意，由易到难，它就平常诊断的时候啊，你先从就是年轻的，哎，就年轻的小女孩。或者是年轻的小男孩，用他们的脖子就比较柔软，气血正足啊，脖子又软又嫩，你的诊断就很好诊断啊。通过就是年轻的来诊断到一定阶段以后，哎，对他们来说就诊断很简单了。你再开始慢慢进阶，找个30岁左右的、40岁左右的，哎，再进一下阶，
哎，这个诊断也没问题了。再找就是这个脖子又大又粗的，肉比较厚的，再通过他们再练习你的手感，诊断就是无极限。你后期通过不断的反复练习，慢慢你的手诊就完全建立起来了啊。我们等一下就说这个诊断，基本上就讲这块啊。等一下我们进入那个实操啊，犀牛望月的正式做法。在进行治疗以前，我们再说一下，在这骨头上再找一下咱刚才的诊断点和治疗点，等下的治疗点。你看，我们刚才诊断的时候是乳突向下一指，向内一指，在这个2的这个就是在这块诊断，双手都在这触诊，在这触诊。但做的时候需要一定的力度，我们在这块做，有的他这个就是因为年纪大的、骨质疏松的或者这种类型的，或者就咱们安全起见。不能在这个边沿做，所以说这是诊断点，作为诊断时候用的。我们治疗的时候，一般来说向中间走半指到1指，摁在它的椎体上，稳固的椎体上，你在这给它加一点旋转力是非常安全的。所以注意这个诊断点，就是乳突向下1指，向内1指，这是诊断点，这叫诊断点。我们治疗的时候再记住，再向中间走半指到1指，这叫治疗点。OK， 这就大家一会儿注意这个点啊。行了，好，我们下面就是准备进入犀牛望月的这动作啊，实操动作。先找见刚才说的诊断点，我们已经找见。现在我们假设患者的右侧的颈2出现问题，先乳突向下1指，向内1指，这是刚才的诊断点。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再向中间走半指到1指，这叫治疗点。治疗点定住以后就不要丢，因为这是要稳住，要找见它治疗点。啊，2个手指搭夹车或者3个手指搭夹车都可以啊，搭着夹车稳住它，稳住它以后，双脚与肩同宽，站他身体后侧，稳住患者以后，来看第一步，挺胸，这个手背下来，给他至阳，就是胸期着，肩胛骨下沿着，给他至阳一信号，挺胸啊。患者这一挺胸，他这个颈椎就是放松状态，完了慢慢低头，低头，低头，有的患者他低头不到位，帮他辅助，哎，轻轻低头，叫他低头，哎，这下先向患侧摆头，第一个患侧出来了。我们他这右侧是患侧，现在假设他右侧是患侧，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动作，低头扶住他的下脸颊，慢慢的摆过来，摆到这就可以了，摆到这啊，到他的患者自然极限就可以了。完了，手上额头，手上额头的标准是，你看，第一，小拇指翘起来，不要压患者的眼睛。你一压他眼睛，他就紧张了，所以哎，小拇指翘起来，以他的印堂为中心，手放软，出血容易放硬。我们因为这个上手是主手，要发力的，所以说手放软，轻轻粘到他额头上，以他印堂为中心，软软的粘到他额头上啊，粘到他额头上啊。加不通来，挺胸，低头，哎，轻轻压一下他额头，叫他颈部放松下来。先向患侧摆头，摆过来，好了，摆过来以后，来手上额头，手上额头，上到他印堂为中心。这下第2个患侧来了，向患侧上一步，他右边是患侧，我向右边上一步，上住以后，让他的2个人尽量膝盖，你的步子稍微大一点点，2个膝盖差不多在同一条线上。第一个来拖着他头，第一次望月，犀牛望月的第一个望月动作就准备进入了啊，这就是进入动作，进入动作以后，你犀牛望月能做响做不响，关键在于双到位。什么到位？你看后头通点不要丢掉啊。第一，仰头到位；第2，旋转到位。只有这2个到位的情况下啊，你才能做响啊。因为这2个到位有任意一个仰头不到位，旋转不到位，哎，你这个犀牛望月，咱们动作达摩的手法叫小巧绵软，它动作小，行程小，力量小，不可能颈椎调整不可能有大的动作，大的动作非常危险的。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细节处理，哎，注意它的仰头到位，旋转到位，到位以后好了，哎，到位以后夹住，稳住，放松放松，轻轻一个闪动就调整过来了。但是这个做响做不响的难点在于哪儿？仰头到位，旋转到位啊！只要注意患者做以前，你看要注意患者，看患者，有的患者比较紧张，双手抓住椅子，
这种人不要做，因为他这给你较劲，做完他反而有点不舒服，所以要叫患者自然放松下来，把手放于身体两侧啊。看着这块儿，重来一遍，乳突向下一指，向内一指，这是诊断点，再向中间走一指叫治疗点。好了，两个手搭夹车或者3个手指没问题，来稳住，站好，挺胸，低头压一下患者的额头，先向患侧摆头，手上额头，小拇指翘起来，向患侧上一步，拖着他头第一次望月，好了，到这开始跟患者沟通，来仰头放松，跟患者说话，仰头放松，仰头放松，好了，轻轻试一下它旋转到位不到位？到位以后，你看注意你的姿势，为什么叫犀牛望月？是2个人一起望月，你看他的鼻孔跟你的鼻孔是一条线，这个步子不是不敢动的，是你要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来回调整，最终他的仰头到位，旋转到位以后，你跟他的鼻子是一条线以后来了，到了极限以后，轻轻的夹住或者是控住，放松，一个闪动 ，OK 就调整完成。它这个行程小，力量小。来做以前啊，咱们就是做以前一定要跟患者提前沟通。咱们就做以前有几种患者咱们不能做，出于自我保护啊，不能做啊。中医以前就是咱们诊断是模糊概念，但是好多人一来就知道他有问题没问题。看有个几不做，第一，年龄过大的不做啊，你患者就是80岁90岁了，你还给他做犀牛望月，这就有点危险了，对吧？啊，年龄过大的一般建议就是你初学，就是你看他身体情况，一般50多岁60岁还可以，太大的就不建议做了啊。第二，做过手术的不做，一来了看一看患者的脖子，他的这有个刀口，或者是问着患者我做过手术，搭过桥弄过什么，坚决不做。哪怕是就这髓核溶解术，这各种手术小手术都不做，只要做过手术了，咱们就不在咱们治疗范围，因为将来出了问题没法说啊。这做过手术的不做，或者会跟患者沟通，说你平常这有什么治疗？他说我经常吃药，可能吃过激素药，激素药会造成骨质疏松，所以说骨质疏松的不要做，因为容易造成骨裂，骨裂了以后伤筋动骨100天，很麻烦的，所以骨裂就是骨质疏松的不做。还要一摸他这个脖子，他来了以后，你跟他就是诊断的时候不是要转脖子？咱们先知道就是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正常的这个脖子是跟你的手纹差不多，很柔软，各方面转动都比较灵活，都还就是比正常差一点，因为他有病才找你的，比正常差一点。但是一摸他这个脖子乌冰凉，又厚又硬啊，怎么转转不动，怎么转不动，这种人就需要谨慎了啊。再看看他有没有增生，你看增生最简单的诊断就是你看他的左右到位不到位，他的有的人这两边都不到位，两边旋转都不到位。正常人的下巴是能挨着肩膀的，两边都能到位。他两边都不到位的情况下，你摸一摸他的大椎两边，他大椎一般他颈椎增生是从7、6、5、4往上涨的，一般7、6、5的多。摸摸他两边啊，平常摸摸小孩他是你摸摸正常人他这两边，第一大椎两边是很柔软的，轻轻一渗透就渗透到骨头边缘了。而有增生的人，第一大椎两边发硬发板，这是第一现象，因为它从这开始长了。第二，正在椎间盘缝里头变硬啊，这里头也发硬发板了，这就增生开始出来了啊。越严重，你顺着它的硬的往上摸，越严重哪一节硬哪节往上走啊。一般正常来说7、6、5的多啊。7刚开始的7或者是6，这都是发硬发板，椎体椎间盘发硬发板，这3个发板就证明它这节有问题了啊。把这个就是严重的增生了，咱们就不要做了，因为做完效果也差啊。这就是咱们后期可以就是刮痧走罐，各种通过中医调理方法给它做调理就行了啊。可以扎针啊，可以用别的方法做调理，就是整骨就先不要进行了。一摸它这个跟别人不一样，慎重啊，有的就确实诊断不明的肿物了、硬块了，诊断不清的，让患者拍片子去啊。咱们就先自我保护，先把这不能做的先排除掉，剩下的就是可以做的，咱们再开始进入啊。
来，我们做一下犀牛望月，你看，顺着乳突向下一指，向内一指到诊断点，这是咱们的诊断的刚才用的点。现在我假设他右侧颈二出现问题，再往中间走一指，这叫治疗点。两个手指搭夹车稳住他的头，叫患者头部保持中正，看一下他的手没有抓椅子，自然放松。你双脚与肩同宽，站他身体后侧，第一下挺胸，跟患者说话，挺胸，叫他胸挺起来，叫他脖子放松，低头轻轻压一下他脖子，压到底，哎。保持低头状态下，稳住他的左脸颊，轻轻的向患侧摆头，轻轻的摆过来。摆过来以后，看手自然的滑向额头，以他印堂为中心，不要小拇指翘起来，不要压他眼睛。这块向患侧上一步啊，两个患侧上一步，上好步以后，再拖着他头第一次望月，先摆好出入角度，摆好出入角度以后，注意看。跟患者开始沟通，来仰头放松，仰头放松。注意你的后方的大拇指是一直顶在他的痛点上，痛点千万不要丢。仰头放松，哎，试一下他的旋转，旋转到位，找他自然的极限。到了极限以后，两个人注意两个人鼻子，哎，看一下，两个人同时望月。犀牛望月意思是两个人同时望月。到这以后，你看，注意一个细节啊，到了极限以后，你已经找见他的极限了，仰头也到位了，旋转也到位了。但是你这会儿要紧张，就容易造成什么呢？就是已经给他轻轻吊住劲儿了，患者就能感受到你的力道的方向。所以到了极限以后，你要退一点点，退到3到5毫米，退松一点点，叫他保持舒适的状态下来了。你这注意夹住，夹住以后或者是控住劲儿，放松放松，走，轻轻一个闪动就 OK 了。这就是调整完成。一个力道小，行程小。调整完。右侧的颈2了，我们现在要调整左侧的颈6。先找见颈6，低头高骨大椎，完了向上一指，找见颈6。刚才诊断已经诊断清了，往中间再走一点点，压住痛点。看这个手就不用，因为在这有的人脖子长，你手够不着他的脸，所以直接大拇指摁住痛点，左手扶肩，压住他肩就可以了。这个手背闲下来，给他肩胛骨下沿一信号，挺胸，至阳信号，挺胸，低头低到底。看手扶他右脸颊，先向患侧摆头，摆过来以后，手上额头，上到额头上，印堂为中心，小拇指翘起来。现在再向患侧，左侧是患侧，向患侧上一步，拖着他头，第一次望月。注意看我的手，我的手现在是刚才是扶肩，现在我的手很自然的向上扶住他下脸颊，给他沟通，来仰头放松，仰头放松，仰头放松，好了，轻轻试一下他旋转，旋转也到位了。到了位以后，两个人鼻子调下，把你的马步扎好，扎好马步，来把你的重心稳下来，跟患者说了，仰头放松，仰头放松，现在旋转到位了。到位以后，找见他的极限，松一点点，退一点点，叫患者保持一个舒适的状态。你的夹住或者是控住劲儿，放松放松，轻轻一个闪动，看由腰发力，轻轻一个闪动，放松放松，轻轻一个闪动 ，OK， 调整完成啊。我们犀牛望月这个动作刚才已经讲解完了。犀牛动作望着就是望月，大家记住，就是主要调整的是2和6的旋转错位，但是实际当中间它可以做到定点复位。万一就患者就是比较就是他确实哪一节有问题，你诊断清了以后，可以逐节定点复位，这也是可以的。我们一般是，但是我们一般用于2、6的旋转错位上。但是万一他哪节确实有旋转错位，你诊断清了，可以用作定点复位。一直可以调到颈期，都可以定点复位，但是平常最主要用作于2、6的旋转错位，这是咱们颈椎各种病变的80%的原因都在于2、6的旋转错位大致就这样，犀牛望月就完了。